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那么今天来和大家聊聊朝鲜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。当我们提到朝鲜的时候呢，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的可能是军队阅兵、领袖画像，或者呢封闭的边境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朝鲜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他们早上吃的是什么？上班族是如何通勤的？晚上如何去消遣娱乐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。那么朝鲜人的一天呢，是从一首熟悉的旋律开始的。早上6点，全程广播就开始播放革命歌曲《将军啊，您在哪里》。作为全国统一的闹钟，这个传统呢，从金正成的时代呢就开始，一直沿用至今。一般来说呢，朝鲜普通人住在政府分配的这些公寓楼里面，平壤的楼房大多数是老式的这种苏联风格的建筑，外墙颜色统一，室内比较简单朴素。政府宣称说是免费的住房，免费分配，但实际上呢，想要住在比较好的条件的房子里面，通常是需要送礼或者走关系。我们再来看一看朝鲜人普通人的这个交通是怎么样的。那么如果你走在平壤的街头，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马路非常的宽阔，但是呢车很少。在朝鲜只有极少数的政府官员和高层呢才拥有汽车，普通上班族几乎是步行或者呢骑自行车上班。当然在首都平壤呢有自己的公共电车、无轨电车或者呢地铁。地铁票价固定是在5朝鲜元，相当于人民币几分钱。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呢，是日常通勤的首选。朝鲜地铁是建于冷战时期，站台的深度呢超过100米，被认为说是世界上最深的地铁之一。不仅用于交通，更多是用于防空的一些功能。接下来我们看朝鲜普通人吃的是什么。早餐一般比较简单朴素，主食呢是一些玉米粥或者泡菜，大多数人的早饭。那么由于经济问题呢，普通的朝鲜人的日常饮食比较简单，大米是稀缺品，主食呢是以玉米粥、玉米饭或者呢土豆为主，泡菜几乎是每餐的必备菜品。在一些富裕的家庭里面，早餐可能会有一个水煮蛋，或者呢加一些咸鱼豆腐。如果是在平壤这样的一些大城市，那么一些有钱人可能会吃得更加丰盛一些，各种比如说面条、肉食都会有。尽管政府提供口粮的配给，但是呢，国家粮食的供应系统呢已经很多年不稳定，很多人不得不依靠自由市场呢来购买食材。在朝鲜的市场上，500克猪肉的价格可能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，因此肉类在普通人的家中呢极为稀少。只有重要的节日或者呢婚宴才能吃得到。如果你去朝鲜的市场逛一圈的话，你会发现说蔬菜水果品种呢非常有限，苹果、黄瓜、西红柿是常见的一些水果蔬菜，而进口的食品呢价格非常昂贵，只有富裕的阶层才能消费得起。讲完吃之后，我们再来讲一讲普通人是如何来娱乐休闲的。朝鲜是一个高度集体化的社会，个人的生活呢经常与政治活动交织在一起。常见的活动呢，包括比如看电影或者跳集体舞。我们先说一说电影，朝鲜电影都以宣传革命精神为主，比如说《鲜花姑娘》这样的一部电影呢，是家喻户晓的经典的电影。每逢一些重要的节日或者政治活动呢，朝鲜人呢会在广场上来集合，来唱一些革命的歌曲，比如金正恩将军之歌。劳动节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节日里，年轻人会身着传统的一些韩服，在街头来跳团体舞，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广场舞，但是呢更加的整齐划一。朝鲜电视台呢非常少，全国只有朝鲜中央电视台、万寿电视台、体育频道以及教育频道，内容呢多以新闻、纪录片、历史剧为主，更多是一些政治宣传的内容。경의하는 김정은 동지께서 핵무기 병기화 사업을 지도하셨습니다. 那么在朝鲜呢，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核，电视机呢也被限制在固定的几个频道，不能收看国外的节目，当然也没有办法连接互联网。如果有人偷看韩国节目的话，那么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处罚，甚至呢被送去劳动改造营。尽管如此呢，一些韩剧或者 K-pop 电子游戏呢也悄悄地传入到朝鲜。
通过 U 盘或者 DVD 等方式呢，偷偷的流入到朝鲜，并且在年轻人之间呢秘密的传播着。根据调查，大约70%的朝鲜年轻人呢曾经偷看过韩国的电影或者电视剧。而流行文化的影响呢，也导致政府的严厉打击。例如，被发现观看韩国电影或者电视剧，最高可能面临判处15年劳改营这样的一个重罚。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重要的节日。那么在朝鲜的国家领导人的生日是非常重要的节日，4月15号太阳节，金正成的生日。另外一个重要的日期是2月16号，光明星节，是金正日的生日。这些节日呢，全国会举行非常大的阅兵式、烟火表演或者的文艺汇报演出。学校机关单位呢，还会组织去集体学习，强调伟大领袖的贡献。除此之外呢，婚礼也是朝鲜人生活中的重要的事情。婚礼通常比较的朴素，新婚的这些夫妻呢，会到金正成和金正日的雕像前面去献花合影。这被认为是对领袖的忠诚的表现。韩国普通人的生活和外界有很大的不同，从物资的短缺，再到高度政治化的娱乐，再到信息封闭的社会氛围，朝鲜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些细节。不过在这个看似高度统一的国家呢，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小世界，他们会偷看韩剧或者韩国电影，在市场里面做一些小生意，或者呢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在街头去聊家常。好了，那上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所有的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